忠雄真仁慈，教葱绿桂绿真好。忠雄真仁慈，教葱绿桂。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8月7号。那我们的智博团长今天的主讲讲师黄智博已经来到线上，我们就要请智博团长，请。各位伙伴大家晚安。晚安。很高兴哦，很期待，然后又可以在贝学院与大家在空中相见，然后可以大家一起来畅谈哦。那也谢谢贝学院给我这样的这个机会，然后让我来这边跟大家聊聊丛林奇谈。那讲了我们已经讲了三节去了哦。那这一次的话来讲的话是第4节，那刚好也碰到大陆营结束。那全国大陆营给我的感触，每一次的感动都不一样，而且感触也不一样。然后所以说我在想说，那我们真的从丛林奇谈里面，事实上就可以引导一些我们露营这一些活动里面的一些经过，那的一个演变。我为什么要说演变呢？因为过去跟现在已经差很多了哦。我们过去的话，我们所重视的到现在的想给孩子的东西，可以讲说已经完全都可能不怎么相同。那毕竟意境上想传达给我们下一代的童军伙伴们也都有不同的思维，因为毕竟时代在进步嘛哦。那所以说有一些真的都已经省略掉了，不然我时常我也觉得童军里面如果露营里面少了几个元素，可能那就不可以称为它就是一场露营哦。这是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老童军哦这样的一个肺腑之言比方上来讲如果没有野炊，我都不承认它就是一场露营活动哦。那我们大露营事实上现在大概不管是国际上的，或者是我们好像比较长时间的，好像已经都不自己烹饪了嘛哦。那所以说，这让孩子们说实在也少了一环可以在生活上里面应该要有的技能失去掉了哦。这是很可惜的地方，因为我们都在想说让孩子们可以独立自主。那何谓独立自主？应该这也包含了我们所谓的吃的这个部分哦。因为民以食为天嘛哦。那所以说童军既然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呈现就是不管是将来还是现代的，那我认为在吃的方面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哦。那从丛林奇谈里面我们来导入进去在这些章节里面，丛林里的顽皮孩子，我相信会顽皮的孩子事实上不代表坏不代表坏，因为他本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权利。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胸怀，让孩子们在错误中里面去领悟那这也是我们因为有我们服务员应该所支持的地方应该是这样讲。好，那事实上毛克利的话来讲的话，以我们丛林奇谈上期话来讲的话，他好像是说他是7岁7岁他是在7岁这个年龄的阶段，然后开始呢跟着伯鲁呢一起来学习那人的7岁来讲的话已经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应该是像可以小学生还超过适龄宝宝了应该我们称的这小狼的话来讲的话，好像也还不到因为我们的小狼的话是国小3年级才可以参加吧那志营童军的话是从幼稚园的中班还是大班可以参加到2、3年级。
那3、4年级的时候才进入小狼的阶段。那丛林奇谭里面的话是告诉我们是7岁。那我们来换算一下啊，如果我在前几节里面在一开始的时候有跟大家讲到的是，如果来换算狗犬的话，跟狼事实上是一样的哦。那如果狼的话，它的年龄的算法是不一样的哦。狼跟犬一样的话，它们大概8个月，大概就已经算是我们可以讲说，已经可以算是成犬了，已经可以算是成犬了哦。核算我们人类的年龄的话，在犬的话7、8个月大的话，就大概是我们人的16至18岁左右。哦，那毛克利如果说实在是用狼他们的年龄去换算的话，如果以人来换算7岁的话，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哦，因为小狼的话来讲的话，它的成长的速度很快，非常的快，从它生出来到它在哺乳期的1个多月，就在差不多45天左右。那这个阶段的话来讲的话，小犬它的成熟度是非常快的哦，甚至到8个月大的时候，就大概是我们人的相同的年龄大概就是17、18岁。好，那事实上呢，我觉得啦我觉得全部所有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能跟孩子们去聊到所谓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历程，在每一种动物的话，我们大概都可以来隐略告诉他们说，越小的动物们，大概它的寿命就会比较短，越大的它的生命力就会比较长，也会比较久哦。比方上来讲，一只老鼠，大概它的存活不会超过5年啊，一只老鼠哦，但是它的繁殖力却非常的强。一只老鼠的话来讲的话从出生到它的生命的结束，大概就是5、6年。然后我们在讲说如果是我们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动物的话来讲的话，应该就是蓝鲸啊。听说蓝鲸是可以活超过200、300年，如果它的环境许可的话，大概它可以活这么长的时间。所以说，如果动物的话，越小，它的生命就会越短。那这个应该我们大概可以跟孩子们去做一个分享就是一个题外的一个讲解。那至于智商方面，有人说脑容量的大小关乎到智慧那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不晓得大家的觉得是怎么样，但是我认为狼的智慧事实上真的也很高，非常的高。我一直在强调狼就是犬因为什么会有犬？因为就是狼跟狐狸这一些杂交过几代之后所衍生出来的品种，我们都称为叫做犬或者会称为他们叫做梗等等之类的一些名称然后呢我希望就是说让大家也去了解到一种犬，这种犬现在是公认最聪明的一种一种犬，那就是黑白色的边界牧羊犬。如果有机会的话来讲的话，说实在可以去看看 YouTube 的影片边界牧羊犬以前早年的话好像是喜乐蒂喜乐蒂好像也很出名。然后我们犬的话以现在的边界在我们台湾好像也很流行非常的流行。我时常在路上我在运动的时候也都时常碰到过。好，那讲到这个寿命智慧，那事实上呢，毛克利呢
他是人类的小孩嘛。那事实上，黑豹巴西拉也都知道，他事实上是人类的小孩。哦，那棕熊伯鲁大概也知道，但是就是不会很明示的一种表达哦。那所以说都会非常的容忍，然后非常的爱毛克利哦，然后希望说是在将来他可以为这个森林呢贡献他的一股的一种赤子之心哦，为森林里面来做一些工作哦，然后来保护森林哦，保护大家哦。那所以说，事实上老师们还是有一点私心的哦。那我在之前有讲过，就是希望小狼真的可以的话可以多方面的学习。那尤其是在他所谓的这种好奇心，然后跟他愿意去冒险。事实上，这个冒险事实上是不是他愿意的，而是因为经由他的好奇，然后跟他的活动力哦，那包含了他想了解的哦，所以说孩子们有一种不畏惧啦，因为有时候的冒险事实上是要付出很多的代价的。然后顽皮呢，顽皮会有几种事情会发生哦，就是不好管教，或者是容易顶嘴啊，或者是会跟你反的就是唱反调，跟你反的来我们童军事实上在带领孩子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去碰到一两个，大概会有相同的情况哦，就是大家团体里面的话，通常都是不合作的哦，或者是你越这样说，他越故意哦做其他他想去做的事情。那我今天事实上是一直很想做的一些事情，很想讲的事情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从毛克利的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大陆里面去运作些什么样的一些真正可以童军呈现出来一些活动哦。那我大概整理了一下，然后这里面最有趣的话来讲的话，就是昏昏欲睡炎热的日子这次的大陆营也很热嘛哦。那我去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像跟我想象中的差距也很大没有我想象中的热，老实讲。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一般的话，我们现在在夏天的话来讲的话，最明显的夏天应该会有什么样的情境大家来想想看我到走马濑去的时候，我听不到蝉声我听不到，各位有听到吗？有吗？你们有去参加的人？那个没有，我没听。没有，都没有，蝉叫声没有。那晚上的蛙鸣声没有，也没有。有啦，蛙鸣声有。第5分营区在旁边有树林也是会有一些虫叫。因为我去的时候，我是从白天待到晚上，待到3更半夜，但是我真的也没有听到有蛙鸣声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蜻蜓，没看到。有看到吗？我没有。蜻蜓会有吧？有看到吗？没有。成群的飞，然后都会一群，然后低空飞、高空飞，然后乱飞这样。没有。好，金龟子有看到吗？死掉的。
你有看到死掉的？有啊，有，我们有看到瓢虫啊，有看到活的，有活的有有，知道有有看到蝴蝶呢？有蝴蝶也有，我们分站这里有很多啊，真的哦。我的认为就是说，好像我们现在的夏天所可以呈现出来的一些昆虫啊，几乎我们好像都很难看得到了哦。尤其像那个走马濑农场应该也算半深山嘛，哦。那为什么说实在这一些昆虫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可以很容易去看到？风风雨雪炎热的日子，事实上适合不适合露营？哦，我个人认为是很适合露营啊。甚至说我们在 FB 里面的话，也有听到一些伙伴为什么不要办在寒假，为什么一定要办到暑假？那我觉得啦，因为是我们童军，也不要说是我们同学，事实上有很多的营队，事实上都是在暑假，因为孩子们在暑假的时间是可以比较好去帮他们规划的，而且也比较适合跟学校这样做一个搭配。我这样讲的话，是因为从国中开始之后就有所谓的暑期辅导，是吧？高中的话也有一些的所谓的重修班。暑假啊，那所以说，我感觉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是在暑假，也不会不好啦。而且说实在，是我们对于露营现在的一些看法观念上，可能都不会是相同的。就像我们成人人的露营方式的话，我们就喜欢所谓的开什么露营车或者是到一些比较开发比较 OK 的私人的露营地因为它全部所有的设备各方面来讲的话都很齐全，而且连灯、连电各方面它全部都可以供应。那像我们童军的话来讲的话，就没办法，但是大家也要去想啊，我们才缴多少费用，而且人家用那种高级露营的话来讲，他们的费用的又是多少？大家彼此的差距，只是说我们童军是不是可以用我们仅有的资源，然后把我们可以做的更好，这才是最关键的嘛。好，那艳阳高照，然后当然就是飞禽走兽都会跑去躲起来，但是傍晚的时候应该都会出来。那请问一下各位，你们傍晚的时候，你们有看到蝙蝠在飞吗？猎波啊，有吗？在走马来，我还是强调是在走马来的时候，你们有看到有蝙蝠飞吗？没有，也没有。好。那我就必须要讲了说，我们现在说实在，环境的破坏真的是很大嘛，因为我们早年我们可以看得到的，然后现在几乎都看不到了。但是我有在一篇 FB 里面看到，好像是我们台中的团长，他们因为下大雨，然后说实在就在挖银沟。然后呢，小朋友挖，可以放水流，然后再来就是他挖起来的时候，他有去挖到所谓的鸡母虫，知道鸡母虫吗？知道，有知道鸡母虫的，举一下手看看。好，不错。鸡母虫的话，就是我们俗称的甲虫的幼虫啦。那当然每一种鸡母虫的话，出来的甲虫都不一样那他就在问说，没有，他就在呈现说这样是多么难得的一个非常好玩的经验。确实，我也觉得非常好玩。但是在大陆营的时候，事实上我还是必须要讲的一句话，就是还是要安全第一，因为他是拿汤匙还是拿那个整起在挖
那再挖这个排水沟。那我在想说，乌山头那边的话下雨，大概都是午后雷阵雨。那我们曾经有在第七次在屏东那一次的大露营，事实上有被雷击到的哦。那我们真的都要非常的小心所谓的山区雷阵雨雷击的这个样的一个部分的危险性。那这个只是我这里面提一下，就是说结果我真的我是蛮在乎的，因为安全那我就有上去稍微跟里面的一些伙伴大概聊了一下那甚至说在他们还说鸡母虫很好玩，那我也跟他讲说鸡母虫可以烤来吃事实上鸡母虫烤来吃我真的烤来吃过是用了非常大的勇气吃过吃起来的感觉还能接受啦，事实上也还能接受我们嘉义鹿草就有三产店，老实讲我如果有机会的话，说实在，大家可以 Google 去吃吃看，在鹿草详细的那个庄名我忘记了，但是 Google 得到，它连老鼠啦、蜂蛹啦、什么全部都有你可以想象得到，几乎它那里都有，而且可以现点现炒现吃真的是蛮不错的如果大家有那个勇气的话可以去我们嘉义鹿草去吃那种野味那一种山产店好，那这些昆虫事实上到现在我们因为气候的变迁，然后跟环境上有一些真的都不见了我曾经也有跟孩子们讲过说，我们现在的小黑蚊很多，小黑蚊就是那种敏萌嘛听说它都是附着在青苔上，然后来产卵，然后吸食青苔上的这个什么露水，然后来存活的所以说除掉青苔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变成了没有天敌，我听说也不是听说了，而是证实我们的蜻蜓早年很多的时候，事实上就是专门在吃这些东西的就是这些小的这些昆虫、蚊子之类的。那这些昆虫如果真的太多了，反而就是有一些减少尤其是像蜻蜓，因为我们现在的那种什么小池塘或者一些干净的一些蜻蜓可以栖息的栖息地，好像真的越来越少。那所以说，真的也是因为生态上的关系吧。那我们去大陆营的时候，如果可以响应的话，我都认为说真的可以。多去让孩子们去野外的话，就是可以去多了解我们所谓的整个一个生物食物链它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引导，我感觉也蛮不错的。如果有那个时间的话，因为大陆营的话大家都很忙，我知道，而且说在大家的时间都已经被填得很满了，只是希望如果服务员如果可以就地然后来适应教学就是这样子的实际的一个现实的讲解，我感觉到真的比书本上应该都还要好。那之前我们有讲过，就是天气太热，我们大家大概都会流汗嘛，对吧？那狼会流汗吗？犬会流汗吗？猫会流汗吗？不会。不会的举手看看，我看几个人说不会。好，谢谢。好，3、4位了好，那事实上的话，他们是会流汗。事实上他们是会流汗的只是他们的汗腺是在脚部下，脚部，然后跟舌头，所以说他们是会排汗。只是他们的身体因为没有汗腺，所以说你感觉不出来他是在排汗。
那天气太热，然后狗啊或者是狼啊一定会吐舌头。那请问一下，熊会不会吐舌头？熊，哺乳，棕熊哺乳会吐舌头吗？会，不会，巴西拉会吐舌头吗？都会，不会，都会啊，哦，正确。好，那没有错。那马会吗？马会吐舌头吗？也会，马也会吐舌头。应该会，因为马是靠舌头散热的吗？马用皮肤散热的。哈哈，聪明，真的。汗血宝马好像就是说它马是有汗腺的，好不好？它跑得越快，它也会流汗，好不好？所以说马是需要去洗的。哦，当然每一种动物都需要洗，只是说马更需要，而且说实在，马还要经常的用中枢去输哦，它才不会得皮肤病。不然马事实上跟我们人一样，它也是会排汗的哦，它是有汗腺的。好，那我为什么要讲到这边？因为我认为大陆营里面最怕的就是热嘛。那请问一下各位团长，你们去到营地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解决这个热的问题 ？Hot， 这个啊，那个雅婷团长来分享一下，你们在大陆营，你们是怎么样来解决热的问题？热，喝水啊，补充水分，然后戴袖套、戴帽子。那是遮嘛，哦，一个遮，一个补充水分，怕对不起，刚刚断线。哦，怕水分流失嘛，哦，但是喝了过多的水，对我们肾脏压力很大。事实上，水不是要喝足，而是不要让它干就可以了。我也时常跟孩子讲，喝水的时候不要给我用灌的，哦，因为说实在真的是蛮伤身的。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防止晒嘛，直接曝晒，这保护皮肤应该也是很需要的哦。那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有什么？电解质、盐分，盐分好，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要有什么？最重要的。我为什么会说我们12泉不会很热？事实上，我觉得哦，那几天可能我是去的吧，我去的时候刚好是有啦，因为我不会觉得很热，是因为它还有风啊，它还有风啊。我不晓得每一个营地的话是怎样，但是我去狩猎的时候，我觉得还有风。然后每一个营本部的话来讲的话，都还有配备所谓的电风扇啊，哦，甚至好像还有一个分营区有冷风扇啊，这是我看到的。但是为什么每一个分团团长，你们也自己有带电风扇吗？有带发电机的举手，有吗？你们有带发电机去发电，然后在自己的帐篷、炊事帐里面使用的举手，都没有。好。我是感觉啊，日后如果在4、5、6年后，如果还有全国大露营的话，有长期的露营的话，真的希望说，在各位团长真的可以叫你的伙伴带手拿的锂电池的充电的电风扇也好，或者是自己的团里面有工业型的这种大电风扇也好，我认为风是比较重要的。哦，如果有风的话，不管它是热风还是冷风，只要有风的话，我们在吹的话来讲话，说真的，那一种挥发度会很高，它的排热性就会很好。那所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话还是要有风哦。那像我们丛林奇谈里面在讲的时候，里面讲的，我觉得他形容的非常的好。他说日照当空，然后万里无云，热浪，然后阵雨，然后无风哦，这样的一种情景哦，我就想说，那我在露营的时候，就好像在毛克利的厄运里面的昏昏欲睡、炎热的日子里面的情景大概是相同。那很热，然后该怎么办？哦，该怎么办？我认为说实在，真的是值得大家可以去
去想想看哦，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将来我们怎样带我们的孩子，然后来面对这样的炎热，然后让将来的孩子们还有这样的信心，以后还可以再来参加一次，而且下一次来是换他服务的时候，因为我们童军的话是7天幼童军的话是各3天是吧？各3天，然后所以说2梯次嘛。那我觉得有些孩子们真的是热怕了，那我们如何去消除这样的一个炎热，然后让孩子们他们这样不愿意日后说再来尝试，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解决炎热事实上是我们必须要去考量的。然后我感觉我们丛林奇谈里面这一篇写得非常非常的好，写得非常非常好，因为他又写到说，从这里面的话来讲，如何然后来解决这样一个炎热，然后的一个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再来就是你们知道，事实上毛克利的老师总共有几位你们大概知道吗？你们中雄博鲁、巴西拉，还有呢？还有呢？比你所晓得的，我看了看结果说实在，我认真的看，因为我很久没有认真的去看它，结果说实在发现说，朗父朗母把毛克利托寄给伯鲁，然后让他离开了狼洞，因为他已经够大了。那结果毛克利从他离开狼洞之后，就开始跟伯鲁一起生活。那换句话说，在我们现在的名词上的话来讲的话，它就是所谓的托婴，或者是寄宿，或者是寄校，这样的一个情形那由伯鲁呢，单独的这样子来教导他。那所以说，我感觉好像技术的状况是更好的一种教育方式所以说我感觉朗父朗母他们的那时候的想法真的也是算很前卫他会把这么小的自己的孩子，然后在小的时候说实在觉得他的资质很好，那也希望他的将来前景会更好。那结果说实在就让他离开家庭，然后到学校里面去就是寄读那就全部由中雄伯鲁来严格的管教。那在这个同时里面，事实上巴西拉跟伯鲁他们没办法教的，不懂的这个部分事实上他们有去拜托我们森林里面最长寿的一种动物鼻子很长的那一只叫什么？应该就是我之前称为它就是森林之神因为它太了解整个一个森林的种种的一些不管是森林法则也好，或者是技能，或者是全部所有的动物的一些本领。那他们是2位老师有去拜托大象哈蒂也有请他来帮忙教毛克利什么？有人知道吗？帮忙教在我看到《丛林奇谈》这一篇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原来蛇语是最难教的，全部所有的动物里面以巴西拉跟伯鲁中雄的话来讲的话，都没有办法
用他自己的声音来表现出来所谓的舌语，舌语，所以说就必须要去拜托这个哈地大象就森林之神，然后拜托他来教结果也不是他教，而是他介绍水蛇然后让毛克利呢去跟水蛇一起学习。那这个真的是我之前我没有真正详读到的。那所以说在这边我都大概再稍微补充一下，然后老师们大概就教了毛克利呢丛林的这一些五花八门的一些技能那我们丛林奇谈里面他就有讲到所谓的树木的分辨方法辨别方法这一棵树木到底是强壮的有生命力的，还是已经有生病了即将枯萎的，或者是它里面有一些所谓的寄生虫的等等，然后教毛克利如何去分辨然后让毛克利呢不至于在攀树的时候发生一些危险的一些事情那我们童军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活动？应该有了现在像我们近些年来，我们的攀树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盛行的但是攀树跟爬树有没有一样？各位觉得？不一样，应该是不一样的攀树跟爬树怎么会是相同的？攀岩跟爬树有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是不一样。但是为什么大家现在都这么极力的去推广攀树？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觉得那个比较有安全性。也不会攀岩也很有安全性只要你的装备就是装备也差不多攀岩的话，一个需要有岩壁对啊，对不对？岩壁比较难取得，岩壁比较难取得应该就是插在这个岩壁上但是事实上的，我们如果到野外去的话来讲的话，真的要去操作它，有没有很困难？有没有很困难？应该没有，应该没有。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我们中正露营区我们厨房后面有一个断岩残壁，断崖。那事实上，我们早年有几个友团都有在那边攀岩过，甚至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中正露营区的风雨棚的靠近厕所的那一片墙，我们早年我们也有去那边做过攀岩史然后去那边让行役这童军是行役的伙伴可以去那边学攀岩这个都有。那攀岩是让我感觉应该会比攀树还要来的刺激因为它真的要手脚并用，而且还要有一定的肌耐力然后还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你的手脚并用还要有所训训，比攀树说实在更好。这是我的觉得我不晓得各位团长怎么样，但是原则上我认为攀树的话是可以给我们的小狼来玩，那攀岩我认为应该是可以给我们的童军以上来玩，甚至于爬树我曾经我在带团的话，有一次我跟我的伙伴有讲过所谓的榴莲都吃过吧？榴莲吃过吗？有吃过了我就曾经说在下载了某一个网红的片子，他说榴莲树的话高20-30米，然后长在上面，然后如何去把它割下来，一颗一颗割下来，然后丢到树下面，然后让下面人去接。然后问题是这一棵榴莲树20-30米高，那它是怎么爬上去的？那我感觉爬树像那种有技能性的爬树，包含爬那种所谓的槟榔树、椰子树，
我感觉如果我们有那一种地方啊，那一种环境，那一种树哦，像椰子树啊，或者是什么树啊，有的话，我们不妨说实在也可以让孩子们去尝试看看，但是安全一定要顾到绝对安全哦，就是下面应该我们要去借那个跳高的毯子哦，然后身上的话我们也要绑所谓的保上绳，对吧？等等，就跟攀树的也都一样啊，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设备哦，然后防护能力啊，那我们再去做这件事情。我认为说实在，真的，如果这一辈子可以去爬树，然后去攀岩过甚至去攀树，我感觉都是不错的哦，而且不要说只将就在那个区块。那早年我们那时候在国考营啊，我还是回到以前了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我们在国考营的时候，说在就曾经有想过，就是以一个活动的一个主体，然后来发展其他的单元。比方上来讲你必须要先拿到游泳专科章，你还可以去考独木舟，你才可以去考钓鱼那你才可以考什么等等，跟水相关的。我认为说在这样子的话，就变成是他是在一个领域里面有兴趣的一个专家换句话说就是说专业的能力我是希望说在我们童军的话，如果真的是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兴趣那在这一方面来做发展，然后我们用专科章来做一个引导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我认为说实在应该可以朝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走就比方说我刚刚我所讲的，事实上攀岩、攀树或者是爬树等等这些话是符合在哪一个主题里面，然后我们日后我们来衍生只要它有三大领域那我们就给它一个进程。比方说来讲诗集你只要说在这个领域，然后长城2个领域国画3个领域等等这样的来做一个晋升。我觉得比现在的这样的晋升我们现在的所谓的高级过后的专科章这样子，必须要有水电要有什么的专科章，我觉得说来更好一点，因为毕竟是朝着孩子们真正他自己的兴趣倾向可以去做一连贯的一些发展的一个走向。我觉得说在应该是可以这样子的好，那又讲到丛林奇谈里面又有讲到棕熊的回避方法。请问一下，我们遇到虎头蜂我们怎么跑？如果我们在野外碰到虎头蜂我们应该怎么跑？有没有人愿意提供一下？有没有你们在带小狼的时候，说实在，如果在团体会里面，你们应该会怎么样去跟孩子们讲这个所谓的避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这样问你们，可能好像也很难回答不然就问说，请问有被蜂叮过的人举手？你曾经有被蜂叮过的举手？2个3个，不错，谢谢感恩。好，我个人说实在，真的，因为小时候很喜欢抓蜜蜂因为我们家前院有花圃，我记得我很喜欢抓蜜蜂然后绑蜜蜂来玩，就跟绑金龟子的脚一样就绑着它们，然后我就去拿那个针我奶奶在缝衣服的那个针线，然后绑住它的脚，然后说在放着飞这样子，然后它就会到处飞，然后我就跟着它飞着乱跑这样，我觉得那也很好玩。所以说以前的话来讲的话，我是不怕蜜蜂的，但是时常被蜜蜂蛰倒是真的越蛰真的就越不怕，而且越蛰的话就越不会肿很奇怪那以前我爷爷
那时候还算小，我会跟我爷爷一起洗澡。然后我爷爷看到我被蜜蜂叮到的话来讲的话，他都会用以前的土肥皂哦，得抠，紧紧来得抠哦，不是现在的香皂。那他就用那个得抠呢，一直帮我擦拭哦，帮我洗我那个伤口，而且他还会再帮我在那个蜜蜂叮到那个针洞的那个部分的话来讲的话，帮我挤出来那个汤汤水水的东西哦，然后再用肥皂呢帮我一直搓揉，然后呢帮我洗，然后完了之后拿冰块帮我敷，真的效果超级好，大概2天后，这个地方完全消肿，完全说实在，全部都没有任何的那种被叮咬过的痕迹哦，不像以前一开始时候不知道，那事后我长大我才了解到，原来说实在，蜜蜂是酸，那我们用碱是可以来中和的，那肥皂就是碱哦，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到野外，然后被这些所谓的蚊虫叮咬，那我们要洗澡，你到底还在洗那个蓬蓬香沐浴乳，还是在洗香皂？哦，我觉得这样有差。那如果可以恢复到以前很天然的那一些肥皂的话来讲，我觉得应该还会再较好一点。用那个洗澡，说实在比什么都还管用哦，就可以帮忙消炎哦，而且可以中和它全部所有的这些叮泡哦。我认为这都是生活的一些小常识，那我们也必须要告诉孩子。那到野外的话来讲，尤其是我们大陆营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孩子，说实在，他真的是还把他们家的家庭号带来哦，洗发精沐浴乳哦天哪，都带那么大瓶。我说你们是准备逃家不回家了吗？干嘛带这么大瓶的来哦？应该也都可以带小一点的，或者是自己再去分装，甚至说实在要如何去分装应该我们都可以教孩子啊。所以说，孩子们没有经验，我认为都是因为团长的关系，因为在团长的事前的露营之前，有没有好好的来教导孩子们准备如何准备，该注意一些什么这些反而真的都很重要反而说在现在的孩子，我去大陆营这样看了一圈，我都觉得心里面都蛮淌血的，因为我认为我们的团长都是带孩子们想去玩而已，而不是真正去想教孩子们一些真正应该他必须懂也了解的这些所谓的生活技能。晋宏兄也上来了呢，很好，非常好，好久又没有跟晋宏兄聊天了。那一天在大陆营，擦身而过，结果就没有再遇了。那结果我有去我们嘉义的第5分营区，对吧？我有去那边坐了将近4个小时，将近4个小时，还是没有看到你。晋宏兄，听到了没？请回答。好，那我还必须继续讲下去哦。不好意思，有听到吗？我在开车啦。开车哦。谢谢啦，谢谢。是有听到吗？不好。有听到。事实上，雄风的回避法，他所讲的这个雄风应该我们台湾好像没有这样的名词我们台湾就斧头风啦，是鸡腮帮啦，对不对？小德兄对不对？鸡腮帮你知吗？不知道。你知道吗？知道。我们嘉义很多我们嘉义很多鸡腮帮斧头风的话来讲我们那边平原比较少，山区应该就会比较多了。那如何的话来讲去回避这个蜜蜂的这一些毒蜂的方法我觉得我们真的说实在应该要好好的来教小孩如果真的要到野外去的话，禁止涂抹一些香喷喷的东西来招引这些所谓的蜂，然后呢也不要穿的太过于什么鲜艳
鲜艳的衣服。我觉得这一些话来讲的话，都是比较容易在野外被这些所谓的昆虫袭击的哦。不要以为说穿的说好看，然后轻松，然后花俏，然后去爬山，我认为这样真的是比较不好。而且的话来讲的话，也不要穿太过于怎样单薄哦，单薄。有些人很奇怪，爬山还是很喜欢穿短裤，到底是穿短裤好还是穿长裤好？各位觉得呢？长裤好的举手，短裤好的举手。好，我个人认为还是长裤好哦，因为说实在，短裤的话真的很容易招蚊虫的叮咬，而且说实在，我们有一些植物的话，甚至说都还比刀子还利，轻轻走过去一划，结果说在脚上就多好几条血痕出来，血出来。真的，我觉得还是穿长裤会比较安全一点哦。那事实上看爬多高的山哦，我们可以来再做一个决定。你像我早年我创团的时候，我告诉了我的孩子说，我们太极童军团，我们可能日后我们除了参加对外的活动穿短裤以外，我们自己团的活动，所有活动我们都穿长裤。我曾经有这样规定过哦。那你们可能会问我说，我怎么会这样说？因为我们团里面我们是男女合团，换句话说，女生也是童军，对吧？男生当然也是童军，但是我总觉得女孩子穿短裤的时候，很容易让男孩子有一些不好的想法，哦，那甚至有一些不好的行为出来。所以说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让我的女孩子们受到一些保障安全。那我就希望我们全团的话来讲的话都穿长裤，而且我那时候还规定我们全部穿战斗靴。我们台中曾经有一段时间哦，我那时候说在我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我们自己的团，我们太极复制童军团哦，童军以上的全部都是自己团内的活动全部穿长裤啊，对外的话我们就是跟外面哦，就是跟一些友团我们都是穿一样，我们也不标新立异啦哦。那如果是一些联团的话来讲的话如果必须要穿长裤的话，我们还是一定会穿的。好，那避风的方法的话来讲的话，除了这样子以外，我们还可以再涂抹一些东西，让蜜蜂害怕的，或者那些味道的。我相信有一些团长应该也都知道哦。那也可以涂抹那些东西啊，因为毕竟的话，如果那个山区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讯息出来说那边有风的危害，那我们还要再去的话来讲我们应该都是要做好非常好的防护措施哦。当然说实在，衣服哦，然后包含说实在打火机哦，然后那个杀虫剂哦都要带。为什么？哦，以后将来如果真的有这个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来跟各位做这样的一个示范哦。来多少真的是全部都躺平，只要有一个打火机跟一瓶杀虫剂，一定都可以哦，200%绝对可以完全歼灭它。哦，但是也要有足够的勇气啊，因为说在这样的教导的话，我们是说万不得已啦，因为我们在野外露营，如果我们真的去碰到了，我们应该用怎么样去防护这些重重危机？哦，这个我认为应该也要教，而不是说我们知道之后哇，因为我怕小孩子危险，那我们就不教了。这些思维，我认为都是不好的。好，然后。我感觉很好笑因为丛林奇谭里面的话来讲的话，波鲁老师跟巴西拉他们还有教一个像蝙蝠道歉方法，蝙蝠的道歉方法要怎么样跟蝙蝠道歉呢？那为什么会去招惹到蝙蝠呢？大家可不可以想想看？要不要想想看？听说蝙蝠的话来讲的话是睡白天的嘛，对吧？
那动物的话来讲的话，也不是全部所有的动物都是在白天活动，但是我们也会很不小心的去影响到蝙蝠的休息，对吧？那所以说呢，我们要有一种态度哦，就是我们打扰到你了，那我们很谦卑的哦，那我们向你认错哦。那因为蝙蝠呢，它是傍晚的动物，对吧？那所以说，如果你招惹到它的话来讲的话，就会很怕啊。它知道是你之后啊，等到它傍晚出来的时候，说实在，它就会给你下炸弹，下炸弹了，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哦。就对，听说它的蝙蝠的便便也可以做中药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哦，因为我对这些奇奇塔塔，我真的都很感兴趣，而且我都可以跟孩子们讲啊。我觉得这些所谓的额外的哦，这一些知识的话，应该或多或少的话，也可以跟孩子们讲讲，让他们对于很多的昆虫啊、动物啊都有极高的兴趣。以后搞不好他就是一个生物专家。团长怎么跟蝙蝠道歉呢？怎么样跟蝙蝠道歉呢？我好像看了之后，我觉得真的也是很不可思议。他是怎么样去跟蝙蝠道歉的？好，我终于找到了哦。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来讲的话，应该就是说，他在树上或者是在树叶上熟睡的时候，哦，就要很客气的、不慌不忙的哦，然后轻轻的到他的附近的地方，然后跟他讲蝙蝠的语言哦，然后跟他形容一下说不好意思，因为我就是因为要去哪里，然后刚好要经过你这里，然后打扰到你等等哦，像这种的演示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表示哦，然后代表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礼貌，而且我们丛林奇谈里面，他要讲的，事实上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要讲所谓的礼貌礼节，而且要懂得尊师重道，而且要懂得同才之间如何去相处，然后再来就是森林法则里面的生存之道哦，让你懂得更多。然后让你才不会更寸步难行才不会更寸步难行，没有办法说再去好好的把握自己。这是丛林奇谈里面前面说实在他所有应该要讲的一些重点哦。然后再来就是如何去跟水蛇结交哦。尤其我刚一开始在讲的时候，就是说巴西拉跟波鲁他们没办法讲出蛇语。但是他们知道大概是什么声音，所以说他们没办法教，结果就拜托了哈蒂哦，我们那一只神像，然后请他来教，然后神像也不怎么会，那结果说在神像因为他的关系，然后带毛克利到那一个水蛇出没的的这个河塘，然后去找水河去找水蛇，然后直接跟水蛇学，因为这个蛇的声音大概是什么声音？小泽团长，蛇是怎么发生的？依你所知的吃好像很困难哦。然后要吃，然后说实在，我们来唱小蜜蜂，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听到？我在前几节我好像有说嘛，我们这一些所谓的什么这些动物的语言啊，这些的密语暗号啊等等啊，事实上我们团长真的是要有这个心，好好去教我们的小狼，让他们对于所谓的这些所谓的暗号啊、奇语，我们童军的奇语或者是摩斯密码啊等等啊这些然后产生很高的兴趣，尤其是只有我们童军的以现在的这个当下
我感觉我们摩斯电码的话来讲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真的说实在算是我们的宝了，算是我们的宝，因为好像现在好像就只有我们有在用而已啊。我不晓得军方单位现在还有没有，原则上应该现在好像就只有我们有而已。所以说，不管是单旗、双旗、声光声，然后跟音，还有什么？我们童军还有什么可以传递的？这一些话味道，还有味道也可以传达当密语那不简单雅婷团长可以写一本，然后说实在把它铸撰下来，以后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们都可以用。事实上，我们童军在这方面的话，尤其是在木章训的话来讲的话，所谓的辨别法，我记得有一节的话来讲的话，我记得那一堂课的话是把我们全部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酒，还有一些所有的一些有味道的食物的有味道的我们日常比较容易取得的。我觉得那一堂课真的非常好，他就把我们的眼睛蒙起来，然后叫我们用闻的或者是可以用甜的然后然后心里面写下来答案等到眼罩拿开的时候，说在大家才去对比说几号是他觉得是什么。我觉得那堂课很有趣。那现在木章还有这堂课吗？辨识法有吗？俊宏兄还有吗？木训还有这个吗？有，还有，因为我同木章是去南坛受训的我那时候是吴正宏吴校长主持的，我觉得就蛮不错的那一次的木章训的话，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忆犹新非常非常的刻骨铭心因为我觉得办得非常好，而且说实在真的都蛮实用的，而且让我们真的回来之后都可以好好的去揣摩，然后将它发扬光大好，那跟水蛇的结交方法要怎么样结交？就是说要下水之前的话，要站在岸上跟水蛇问好，然后得到水蛇的同意之后，才可以跳下水不然的话激怒了他们之后的话，你可能就无法上岸在我们丛林奇谈里面这个标文里面是这样讲的那所以说水蛇的结交方法，当然说实在一定要懂蛇语不然的话你怎么向他请安问好，对不对那所以说他在这一段的话来讲的话昏昏欲睡的炎热的日子里面，事实上毛克利学习就非常的多那老师们他们也真的也都教的很多，而且都非常的用心良苦，而且还去拜托了我们森林之神大象哈迪请他呢来协助帮忙教。老师还不会就是不是不会，而是说没办法教的没办法教的，因为他的能力所不及的地方，他还愿意很恭维的去请哈迪出来教导他的学生这也很像我们现在的所谓的课任老师的这样的不是只有自己的导师教以外，那还会再去请其他的老师联合来教，这样的一个意境我觉得说在丛林奇谈，如果说在他已经也上百年的这样历史，在早年过去的文集里面就已经有这样的注载，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不错因为到现在还是一样的实用。好，那大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大概10点了谢谢大家。那如果有什么要指教的再请大家呢麻烦私讯让我知道一下，谢谢大家。OK 感谢大家。好，我们谢谢智博团长。那今天实在太精彩了原来丛林奇谈可以有这么多的面向可以来去做发挥、去做思考的部分。那
我们大家先来一个合影。那待会就是有想要再跟直播团长这边做进一步的交流的，再留下来。OK， 好，那各位，开镜头了吗？都开了吗？要开的人都开了吗？来，数到3，各位，1、2、3。好，相信我拍一张哦。1、2、3。好。感谢观赏贝学院讲座，请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分享，谢谢。